有没有听说过10个脾胃9个弱？哎，是有听过，但是比例有这么高吗？哎呦，骗你，我跟你一样姓李啊。好，那这一集呢，教大家呢来了解什么是胃酸倒流还会请医生呢来告诉大家如何自测哦。胃到底怎么操作？而胃酸为什么会往上流呢？是，那胃酸倒流的时候啊，该怎么去解决？那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是正常饮食，是还是会有胃酸倒流的问题呢？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哎，猫哥，你这样讲我才想到，最近的确有个报道，就是说每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有胃酸倒流的问题。哎，所以你看我没骗你吧，这是很普遍的。是。如果你再不相信，我们请多3个人出来，5个人我们看有几个是有胃酸倒流的。好，马上有请他们出来，来欢迎阿本、杨志龙、陈楚环，还有肠胃科医生韦俊涛，韦医生，欢迎你们，欢迎，来，请就坐。当自己家了啊！来，你好。哎，其实啊，说胃酸倒流啊，2位都有这个问题吗？有哎，我其实，在2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啊，因为我做餐饮的嘛，那个时候我是在餐馆做，是，工作很紧张 ，OK， 然后一紧张，一不定时，吃不下，压力大，就开始就来了胃胀风、胃酸倒流 ，OK， 最严重啊，就感觉胸这里会很灼热，然后如果是再严重一点，打嗝的时候会有那个酸酸的那个味道，很不舒服，对，然后这里就会很，好像感觉在烧你的喉这样子 ，OK， 那楚环呢？我自己本身有胃酸倒流的问题，可是也不算是很严重的那一种，可能几个月会出现一次，然后就是有一种酸酸的液体会冲到喉咙这边，然后我吐出来的时候是透明的，所以我觉得很不舒服，每次那个感觉，其实到现在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是搞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很多问题要问医生。没问题，请问一下韦医生啊，一个人要怎么才会知道自己有没有胃酸倒流？这样有几个方法啦，有一个我们可以现在练习了啊，真的吗？可以啊，这么厉害！来，首先呢要吃饱 ，OK， 或者喝饱水，有 OK。之后呢，就跟我一起做，用你的手碰你的脚，OK， 头要弯下 ，OK， 那弯下去手10秒左右了，直到15秒，1、2、3、4、5、6、7、8、9、10，再爬再上来 ，OK。你会觉得胸口不舒服吗？我会觉得现在我的就是胸口的地方，胸口这里还有这里会有点卡卡的。哦，有严重胃酸倒流病人呢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啦，轻微的都不一定有啊，所以可能算严重了。你的感觉比较严重啊。哎呦，那感觉比较严重呢，会有感，还好，可能吃不够饱，胸口对，可能吃不够饱，可能吃不够饱，可能是简单或者根本没有这个胃酸倒的问题啦。哦，那到底这个胃是怎么运作的？那是怎么样造成这个胃酸倒流？我们的胃是这样的，我的口、食道还有胃，食道跟胃有个地方叫贲门，这个地方呢是本来是关的，当我吃东西的时候呢，东西会从上面掉下去我的胃，之后呢就不可以跑上来，这个门会关掉的。是，不过有胃酸倒流的人呢，这个贲门就比较松，就好像这个地方，这个是个贲门，我的食道经过贲门去到我的胃。如果这个贲门是松的话呢，当我吃饱了，胃酸就可能从我的下面从胃跑进去，就跑上食道。轻微的话呢，胃酸从胃跑到这个食道的下面，就会觉得胸口痛啦，烧的、闷闷啦。严重的话呢，可以跑上我们的口，所以有些时候好像边哥讲的，好像口很酸啊，或者口很长的会不舒服要吐出来这样。OK，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他是 OK 的，可是年纪大了之后，他们就有胃酸倒流的这种问题。是。那这个贲门的松紧跟年龄一直长大是不是有关系的？其实你说的很对我们在小孩子都看到有胃酸倒流，不过年纪越大，我们就会看到比较多。是，这样我们估计有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这个贲门松不松呢，跟肥胖跟他的肥瘦有关系。胖的人会比较松，瘦的人比较好。第二呢，就是有些坏习惯，吸烟喝酒都会影响到贲门比较松。第三呢，就是有某一种的食物很辣了、很煎炸了，也会给它比较严重。第四就是某一种的药物，比如说一些骨质疏松症的药物，一些抗生素，还有一些高血的药物，都会导致这个贲门比较松。小孩子很少会生病，大人年纪大的比较多这个的问题。对，我们就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所以年纪大的人比较多这个胃酸倒流的问题。了解了所以这个胃酸倒流是跟贲门是有密切的关系。是。那当然呢，我们先进入广告之后会了解的这个中西的治疗方式哦。回头见。
廖秀莲中医师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课题。是。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是为什么会引发这个胃酸倒流？很多人常常不知不觉的患上胃病。那通常是通过那个压力啦。是。吃不定时。没错没错。那还有乱结石。对。那么中医把这个胃酸倒流分为寒和热两大类。在临床上，我们比较常看见的是那些寒热夹杂的，还有寒湿凝滞于脾胃的。两大类型。OK， 好，这是这个中医师的一个说法。那当然，现在我们线上呢有一位胃酸倒流的患者，要跟我们做一个连线哈。好，欢迎雪莉，你好。你好 ，Shelly。嗨，大家好。OK， 好，那雪莉，你是怎么发现自己有这个胃酸倒流的问题呢？我是在去年底的时候啦，然后就某一天，我那天也没有说很忙还是怎样，就吃饱了过后，在家里走路的时候，我就发现突然间心绞痛，疼痛的程度是我不能够动，然后我就那时候我脑海里就在想，还那么年轻，不要告诉我心脏有问题。对，那时候我就躺下来休息一下，可是那个心绞痛就是一阵一阵的一直带回来，然后一阵比一阵痛。让我觉得很害怕，我就觉得不行啦，我看我还是去看医生好了。OK， 所以我到家里诊所看的时候，医生就写了一封信，让我直接去急诊室。哇！就立刻让我做心电图，还有做 CT scan 扫描。是 OK。那医生诊断是什么问题啊？他是说可能是胃酸倒流，所以他就开了一些胃酸倒流的药给我。那时候我就心里在想，医生为什么是胃酸倒流？我是心绞痛然后医生就说，可是心电图 OK，心脏扫描也 OK， 然后验血报告也 OK，所以不觉得我心脏有问题，所以有可能是胃酸倒流。OK。那现在你的情况怎么样？坦白说，我觉得现在的胃跟以前不一样了。除了还是会定时肚子饿以外，我现在可能吃的那个是对，那个是本能。对，现在吃东西的那个分量啊，我感觉上少了一半。我以前是很能吃的，我以前是很爱吃的，吃了一半我就饱了。可是问题是那个饱足感是不持续的。可能我吃了，然后12点半吃了过后呢，我大概2、3点又饿了，而且是很饿。请问雪莉，你有没有吃这个胃药 Omeprazole 吗？现在还有吃吗？没有，那个医生是配了，我看大概吃1个到1个半月，我就不需要吃了。我吃完了我也就没有怎么样了。像这个 Omeprazole 这个胃药呢，它是减少胃酸的，它有几样，它是蛮安全的，不过它有几个副作用，一个就是很多人吃了之后呢会觉得饿。那我这样子的情况，我应该少吃多餐吗？还是就是照样现在？对，少吃多餐，吃东西不可以吃得太多，吃到8分饱、7分饱就停。睡了2个小时，就不要吃东西，空肚子来睡。我常常叫我的病人呢，要听你肚子的话，你吃的东西觉得不舒服，你就不要吃咯哈。我的饮食都很固定，然后我也其实不爱吃辛辣的食物，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啊？胃酸倒流呢，通常都是躺平或者吃饱之后才会出现的，尤其是吃的太多、吃太辣、太炸，或者你喝酒或者有 coffee。因为我本身都有胃酸倒流，所以很多病人都说你都有，我说因为在新加坡5个人里面有1个人有，所以我们现在阿 Ben 有就2个有，我有你有。都是意料中事，但是我都是听我肚子的话，听太太的话，听父母的话，也要听肚子的话。哇！我会提议呢，你就好像我这样吃比较清淡的东西，吃一个杂菜饭，有饭不要吃得多，一个菜、一个肉、一个鸡蛋，都要小分量，不要吃得太饱，这样对你以后有帮助啦。平时有没有常常喝茶的习惯？偶尔吧，就偶尔，不是定时然后有没有吃那些生菜，比如那些没有煮过的生菜、沙拉之类的？我没有吃沙拉，沙拉吃不饱的啦。再有是，你平时会不会有压力？还好。如果平常很忙碌啦、紧张啦、压力啦，这些就会是属于影响到肝气啦。所以我们所谓的肝气郁结的话，它会很易犯胃，它就影响到胃气。那么胃就适合这样，那么它就容易泛酸。我之前其实是有看过中医啦，他是有略提到说我的脾胃是稍微有些弱一些，所以我想要知道，那我接下来能够做些什么来加强我自己的脾胃？脾胃弱它是有几方面的，如果是比较偏向气虚方面的，你就要吃一些补气作用的那些汤。
就比如你可以喝一些党参之类的，党参茯苓之类的煮汤。OK 呀，如果是排便的时候大便黏腻的，不容易洗干净的，那个是属于湿气比较重的，那你就可以煮这个薏米来喝，它是可以祛湿的。OK，好，那了解哦。希望今天医生给的建议能够帮助到你哦。好，也要祝你身体健康，谢谢 Sherlyn，Thank you， 谢谢你的分享，谢谢，拜拜。那医生啊，有什么方法是可以舒缓还有治疗胃酸倒流的吗？是。通常我们会说，第一就要改变生活习惯啊，就是说吸烟喝酒不要不要吃太饱、太辣、太油的不要吃，还有就是吃到8分饱，不要吃得多，早一点吃晚餐，不要吃饱就睡，这样浓浓累累的。还不行的话呢，可以吃药，我们有这些药物可以减少胃酸的就可以用。那些很严重的病人，我们送他去外科医生动手术，弄这个肛门弄它比较紧一点。不过这个是大手术，我们通常很严重才送过去。我们很少要病人去做这个手术。是那个有办法耐多久？过了10年，都会有2、3成的病人是需要再吃药的。了解 ，OK， 好。那有没有一种方法是打那个 filler 有吗？有这种方法吗？有一些新的方法在外国、美国比较多。是。因为这个送的肛门嘛，所以你可以在那边打一些 filler， 好像打脸啊，打是这样了，打在那边给它肿。不过这个是新的方法，它过了10年、20年有没有副作用，我们也不知道。打得太多可能吞东西有问题，打得太少又没有用，所以我们不鼓励的。那还有没有别的治疗方法？还是这些？在国大啦，在中医院有一些研究性的，我也是被人去做过。他们会开刀在10刀在肛门的地方下这个 magnet。磁铁，它自己会好像一个手带这样，它会关起来。但是有东西食物进来的时候，它自己会打开，接着关起来，关起来哈。这样，不过它有它这比较新的发展，也是一样。长远来讲有没有问题呢？有没有后遗症呢？大家还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哈。所以你真的很讨厌吃药，你就去做这个手术。了解。不过药物跟普通生物的改变可以控制大部分这个胃酸倒流。是 OK， 好。那刚才我们听了那么多的治疗方法都是西医了哈，那中医有什么治疗的方案呢？中医可以通过茶饮。我今天有带了一些茶来让大家试试。好，喝茶了，太好了。这个茶饮今天准备的是什么呢？这个是佛手、麦芽还有陈皮3种药，喝起来是疏肝和胃的作用。这个胃有问题，就是有热跟寒，对不对？对。那都是喝一样这个茶吗？如果是热症明显的话，可以加一些菊花。那如果寒症比较明显的话，就加生姜。OK。所以一般是用冲泡的方式就可以，是吗？冲泡它等10分钟之后才喝，它就出味了。那这个茶饮是什么时候喝比较适合？是，通常是有胃酸倒流或者胃胀气的时候，可以连续喝几次。缓解之后呀，缓解就不要喝了，就停止。不过我觉得因为有加陈皮啦，所以有淡淡的一个香味在里面。那除了这个茶饮之外，有没有一些中药是有办法调理的？有的，我们有治酸的中药，那比如海飘香、瓦楞子。这个很熟悉了，这个是属于血汗的壳来的。血汗的壳，血汗的壳呀。要磨成粉，对不对？还是这样？通常是磨成粉，然后放成颗粒。然后可以那个是也是烫热水。所以功效是说什么？抑制胃酸吗？抑制胃酸。有疏肝和胃的作用，就是降胃气的作用。那这个吃法怎么吃啊？通常我们是以中药配搭，比如说热症的我们会配伍一些黄连、吴茱萸。这个清肝泻火、和胃降逆。这个海飘消的话，它是偏温啊，通常用在比较寒性的那些寒症。那么这个性质比较平，就寒热都可以用。都可以。这个通常我们用来煮方的，所以最好也不要说自己去买了自己这样。对，就是要辨证论治嘛。服用中药之外，还有针灸的方式，对吗？对的。针灸方面，如果是肝火旺的话，我们就会采用太冲穴。就比如说这个是大脚趾，那么这个是第2脚趾，所以我们在大脚趾和第2脚趾之间的缝，拇指的距离，这个就是叫太冲穴。针这里是什么功效？清肝泻火。OK。我是比较怕去针灸的一个人，我只是想要去按摩的话，有哪个部位我可以按，可以舒缓那个
胃道酸倒流。中脘是我们常用的穴位，因为中脘是胃的募穴，从肚脐这样往上推，然后你感觉到有一个骨头顶住那边，是。那么那个骨头跟这个肚脐这边是8寸，对。那么我们拿它的中点就是4寸的位置，那个就是中脘穴。然后我们可以这样揉按揉。对。揉多久呢？10分钟左右。要顺时针呀，顺时针的揉，要稍微出一点点力。像胀风也可以吗？也可以吗？胀风这个也是其中一个穴位，但是你可以做比较大的范围，比较大范围，就是肚脐周的范围都可以。好，那还有一个方法是艾灸是吗？那是怎么做嘞？艾灸的话，我们就是在肚脐的地方，我们叫神阙。OK。那么我们就用艾条的话，我们距离2个 cm 啦。对。2个 cm 的距离，你在那边熏，你可以躺着熏，也可以站着熏。还有一个穴位是常用的是足三里啦。足三里那个地方我们也是可以熏。也是可以熏。这2个是常用穴。OK， 好，所以你们都听了中西医啊，都讲解了一些对这个胃酸倒流的这个方法，没错，还有一些长知识，对不对？是。接下来要考你们了。好啊，来啊。向左侧着睡可免胃酸倒流，不是左右的问题，是要往上下的问题。对，有胃酸倒流的不可以吃酸的食物。好啦，这个认真的啦。我原本要放脚，但是一放脚我很害怕。什么情况啊？好，那马哥放马过来，各位主持这么多系列了，一定要来好好的表现一下。是。来，注意听了。那请问了，举重会引起胃酸倒流？有人这样说啦，是真的还是假的？来，答案假。2个真呢？那到底举重会不会导致胃酸倒流嘞？是真的。讲啊。为什么会这样哎？因为我们穴道跟胃有一个贲门，当我们的肚子要用力的话呢，我们的肉就会压到这个胃，这样从胃的东西，尤其是吃饱就要去举重的话，就会从胃里面跑出来。我们都会建议，如果你吃饱就要不要去做剧烈的运动，尤其是拿举重的东西。因为这一题太明显，我以为是陷阱题，你知道吗？对呀，不要想太多。下一个。接下来 ，OK， 胃不好的人应该多吃粥。真的还是假的？多吃粥，yes。OK， 2个假，1个真呐。好，真的还是假的呢？真的。哇，2连胜呢。OK， 为什么呢？如果寒症的话，它可以加一些生姜，切丝的生姜放进去粥里面。那么如果是热症的话，可以加一些绿豆，它有清热利湿的作用。那么如果是湿气比较重的话，它可以加中国薏米。它有除湿的作用。OK， 了，注意听了，第3题了，有胃酸倒流的不可以吃酸的食物。好啦，这个认真的啦，真的还是假的？认真了，这不要开玩笑了。真的，真的。哎呦。有胃酸倒流，怎么还可以再喝酸的嘞？对不对？这个真的假的？其实是假的。什么情况啊？拜托，这个才是 prank 的。想多。这个为什么？在我们量这个酸度有从 pH 了哈 ，pH 从1到14了，7就是中间了，这是中性了。这样我们的胃酸的酸度是1.5到3，是非常酸的。没错。我们平常喝一些酸的东西，包括黄梨啦，或者是一些酸奶啦，或者是苹果汁这样东西，它都会不这样酸的。所以你有胃酸倒都可以喝酸的东西，只是不要吃辣，还有不要吃油炸的，那就好了。咖啡算是酸性的。对有研究也说喝的咖啡多会导致这个胃酸倒流。胃酸。所以比如说你们2个有胃酸倒流的病呢，也不要常喝，每天1、2杯就可以。对，明白了。好，下一题，来听清楚啊。咀嚼喉糖可以减缓胃酸倒流。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没有什么连结，怎么会是？对啊，1真2假。来，答案其实是真的。所以你看这没用，没有一题对。对啊，是假的。因为呢，当你有胃酸倒流的问题的时候呢，你咀这个喉糖呢，会刺激你的弄比较多的口水出来，是它流下去可以中和里面的胃酸，或者给这个胃酸放进去啊。不过呢，要慢慢的吸，让口水慢慢的流出来，慢慢多一点口水，好，多一点口水会比较好。对，好，来下一题，来到第5题了，你要加油。希望你答对。这一题来，睡觉前2个小时不可以喝水，真
钾，你放钾可以喝啦。你放，我原本要放钾，但是你一放钾，我很害怕。试一下 ，OK， 我们试一下。 OK， 到底是真的假的嘞？假的。你看，哎，终于这个太明显，你怎么可以不喝水？对吧？不是，因为一般上就是说睡觉前的大概半个小时不要喝水，不是2个小时。对，哦，是吗？对，是这个意思吗？来，为什么？比如说白天是阳盛的嘛，阳气主动嘛，那么晚上是阴盛嘛，阴是主静，静就是能够休眠嘛。那么水也是属于阴的嘛，对，水阴的话你喝就是要调阴嘛，调阴就能助眠嘛，所以喝水少量喝水是没问题的，喝一点是 OK， 就是几口水就好了。 OK， 最后一题了，来最后一题，向左侧着睡，可免胃酸倒流，真的假的？左右都其实都可以吗？所以你是假的，所以你是真的。对，我要真的，你要真的，因为你放假的。对，你懂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不是左右的问题，是要往上下的问题。你们对，这个是常识。尝试，正确的答案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一堆的道理。OK，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胃呢，如果我的胃在这食道，胃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它是会从左边转到右边的。我们左边的胃比较长，右边的胃比较直，比较短。当我躺在我睡觉的时候躺在我的左边的时候呢，我这个地方有地方放这个胃酸。是。但是我躺在我的右边的时候呢，比较少，它胃酸会从胃里面跑进我的食道。所以你可以的话呢，你躺在你的左边睡。OK， 所以现在你们都清楚了吧？哈，清楚。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有胃酸倒流的话呢，就要改变你们的生活方式。如果还是造成很大的困扰，那就要赶快就医了。是，虽然我们说啊，这个能吃是福嘛，但是还有一个说法，就是病从口入啊，还是要多多注意饮食啦。是。好，在这边谢谢我们2位艺人朋友，谢谢。好，谢谢韦医生以及廖医师，谢谢。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拜拜。谢谢你们，谢谢你们。